工装必须能做工，不能只是拿来装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 Carhartt 的 CEO 说的。他的原话是：自己的衣服不是为了 pose， 而是为了 perform。他喷的对象是 Carhartt WIP， 不知道有没有包含追捧 WIP 的消费者。如果有包含的话，他也骂到我了。嘿，我是兔兔，旅居美国，代购15年，玩鞋30年。其实不是所有美国工人都穿 Carhartt， 但 Carhartt 成功让你相信所有美国工人都穿 Carhartt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100年工装品牌 Carhartt 的故事。准备好了吗 ？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Carhartt 有2种，一种是美国的 Carhartt， 一种是瑞士的 Carhartt， 叫 Carhartt WIP。美国的 Carhartt 就是纯粹的 Carhartt，1889年创立的，100多年了。Carhartt 的初衷就是劳动者的衣服，剪裁宽大，布料硬挺，用的是那种超级重磅的帆布，穿起来像盔甲，因为工人需要耐操，需要活动方便，需要口袋够多，工人需要功能，不需要好看。Carhartt 能运行100多年，确实陪着美国工人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，耐穿啊，实在啊，不花俏，这些是品牌的真实价值。WIP 是 Work in Progress 的缩写。1994年，一个瑞士商人发现欧洲年轻人疯狂的在美国找进口的 Carhartt 外套啊，觉得穿起来很酷，于是他就跑去拿授权，还真的给他拿到了。于是 WIP 开始把工装变成时装，剪裁变窄，布料变软，价格翻倍，功能没那么重要了，好看比较重要。于是一个品牌2条产品线，2个世界，2头通吃。但这2头呢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。一个卖给工人，一个卖给想看起来像工人的人。主线的 Carhartt 啊，如果拿来日常生活中穿，确实有一点点粗糙。它的经典的基本款口袋 T， 好像是 K87 吧，确实是比这个粗很多，又硬挺。其实它的工作服，你日常生活穿真的是粗粗的刮。WIP 刚好补上这个不足。WIP 的初心不是做衣服给工人，就是把工装变成潮牌卖给年轻人，所以 WIP 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为了 perform， 就是为了 pose。WIP 卖的比主线还贵，也说明了在市场上，即使一样的东西或是差不多的东西，比较好看就可以卖的比较贵。WIP 的初心就是要赚钱的，也真的很赚钱。Carhartt 也发现这样很好赚。于是这几年，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，什么东西都有故事了。主线的底特律外套开始被重新包装，本来只是一件工作夹克，开始有了故事，有了名字，有了经典单品的光环。消费者是非常需要商品有名字跟故事。主线的价格也很有感的在慢慢往上拉，布料没变，功能没变，只是 Carhartt 也开始卖的不只是衣服了，开始卖的还有那个工人形象。当品牌开始卖形象的时候呢，事情就不只是卖衣服那么简单了。因为形象这种东西不是你有就够了，是要让大家相信你有。其实不是所有美国工人都穿 Carhartt， 但 Carhartt 成功让大家相信所有美国工人都穿 Carhartt。Carhartt 的品牌长说：“我们不去纽约街头找流行，而是去工地拜访焊接工啊或农民。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，但我接收到这个故事了。他们要的不是工地工人怎么说，而是我们消费者怎么听这些故事。他要我们相信 Carhartt 卖的不只是衣服，还有劳动阶级的光环。在拿下工装等于 Carhartt 的定义权之后啊，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包装，一切就不再纯粹了。他现在已经不是在卖衣服给工人，是在卖你看起来像个硬汉的形象给中产阶级。在工装变成商品之后啊，它也还是工装，但它也开始是在装了。工人的工装不需要联名的，但潮流人的工装需要。联名是为了拉高品牌调性跟提升品牌知名度。联名的核心任务就是增加品牌价值，讲白了就是可以卖得更贵。当大家看到 Carhartt 能跟 Nike 啊、New Balance 啊联名的时候啊，同一时间没联名的款式慢慢贵一点点，也变得合理了。这是典型的品牌资本化操作。品牌不是慈善，本来就是要赚钱的。但工人的工装不需要 Nike 的 GoGo 加持，也不需要 GoGo 加持之后带来的尊荣感，更不需要 GoGo 加持之后带来的贵一点点又贵一点点。Perform versus pose，
这其实是 Carhartt 官方用来区分主线跟 WIP 的说法，很有态度，也很公关。所以 Carhartt 是在偷骂 WIP。Carhartt 的 CEO 说，他们的衣服不是为了 pose， 而是为了 perform。但 Carhartt 很需要 WIP。事实上 ，WIP 一个1994年才成立的欧洲支线，30年内在全国开了超过100家直营店。媒体估算年营收是数亿欧元，而 WIP 版本的底特律外套定价从248到将近300美元，是 Carhartt 主线的2倍甚至3倍，这是肉眼可见的值钱。178、128、58加到65，我觉得这跟 WIP 的除了剪裁之外，材质真的很像。而且 WIP 也成功打开 Carhartt 在欧洲甚至世界的知名度，这也是无法反驳的价值。所以结果骂最凶的人啊，似乎最离不开他骂的东西。他骂，但他需要，这就是商业最诚实的地方。呼应 Carhartt 的初心，真正工人的初心，穿 Carhartt 只是因为它耐穿，打折是超便宜，弄脏不心疼。他们不在乎联名，不在乎剪裁，不在乎 CEO 说了什么。真正在意这些争论的人，似乎是我们这些穿工装但没上过工地的人。我们也是这整个市场里最关键的一群人，我们也在演这出大戏，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劳动阶级光环的集体扮演。品牌需要包装，我们也需要包装，大家都需要包装，需要有个东西可以相信。所以没有人是被骗的，因为是大家选择相信的。所以经常我们也是骂，但我们也需要，这也是商业最诚实的地方。忽略品牌故事跟行销，Carhartt打折的时候是真便宜，我也买来穿，自己修缮房子的时候穿，确实耐穿，弄坏弄脏也不心疼，平常也穿。主线的 Carhartt 确实有一点点粗糙，有点刮，而且主线有些款式确实是粗犷了一点点，所以我能理解 WIP 存在的价值。而且品牌故事跟行销太重要，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忽略的。所以如果你会好奇，怎么没有讲经典的底特律或密西根呢？你就知道你潜意识相信底特律或密西根是经典，你就知道品牌行销有多成功了。OK，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、shopping、折扣店这类的内容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，别忘了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有什么店想看、想听我聊的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人生继续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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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torm Defender 听起来就很猛，可以 defend Storm。如果等一下有 Storm， 我就可以 defend。不对，他把我麦克风给盖住了。